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一念关山刘诗诗红衣造型绝美，近期古装红衣女神你最喜欢谁？近日多部古装偶像剧杀青，但刘诗诗和刘宇宁主演的《一念关山》还在紧锣密鼓的拍摄。该剧讲述了任如意和宁远舟强联合，在相处中建立信任、守护信仰的故事。刘诗诗自与吴奇隆结婚后参演的影视剧作品并不多，这一次答应出演《一念关山》，相信她有将重心重新放到事业上，此剧有可能像步步惊心一样，让她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一念关山》自开机以来，刘诗诗就凭借多次古装路透美上热搜。在剧中，她扮演的女侠英姿飒爽，在沙漠中舞动双剑，让人眼前一亮。但是更令人喜爱的就是她的大婚造型，她身穿一身红衣，头戴华丽凤冠，眉心点着红色花钿，妆容精致，站在眼前如同红梅出绽，路人直呼美爆了，让人梦回若昔。之前，赵丽颖和林更新主演的《与凤行》也已经顺利完成了拍摄。在路透图里面，赵丽颖也有红衣造型。赵丽颖身着一身红色纱衣迎面而来，衣袖裙摆随风飘动，整体看着轻盈灵动。她的这套造型总体来说没有刘诗诗的红衣造型华丽，但是透露着一丝雅致和朴素。头上虽然没有任何佩戴任何发饰，但是黑色的长发再搭配上赵丽颖精致的脸蛋和甜美的笑容，整体来说也是非常美丽的。杨幂的狐妖小红娘最近也出杀青特辑了。由于杨幂在里面饰演的女主涂山红红，所以她的造型基本都是以红色为主。杨幂的一双眼睛化妆师有重点打造，画出来的狐狸眼明媚传神，眉头也有两撇朱砂红，看着很像狐狸的额头。头上戴的比较简单，但是很有质感的金属，低调也不失奢华。身上穿的是红色纱裙，虽然是纱裙，但是跟赵丽颖的优雅朴素完全不一样。她的这套红色纱裙加入了渐变元素，在腰间也进行了收腰的设计，走起路来意媚飘飘，状态也是非常好的。9月26日，杨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告《长相思》全员杀青。从官方公开发布的宣传照可以看出，《长相思》中杨紫饰演的小妖也有红衣造型。杨紫也是一袭红衣，看似没有刘诗诗的嫁衣华丽，但是服装师也用了不少心思，比如衣服上的金色刺绣，腰间的腰链设计。不过更吸引眼球的就是她头上戴的花环，有展现人物天真烂漫的性格，眉间也点了朱砂，戴着珍珠耳环，妆容上整体是偏懵懂少女的，看着也让人非常心动。从最近这几部剧看来，造型师都偏爱红色造型，虽然大致看起来差不多，但是每位造型师都有用心揣摩角色特点，从细节上来设计造型，让我们看到了女演员更美丽的样子。那这么多古装红衣女神，你最喜欢谁呢？与凤行路透社，这些古装恐怕只要赵丽颖的颜值再低一点，就站不住脚了。现代古装剧，特别是仙侠剧和玄幻剧的服装，往往低调而精致，剧组也可以给演员穿和他们自己一样的衣服，甚至还有为神仙披上铠甲的作品，无非是古装剧集。由于低调而精致的古装越来越流行，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远离这类古装剧。只要路透社的服装没有表现出通过测试的能力，就会继续对他们提出投诉。然而，同样的低调和精致的时尚感被转化为道家。然而，林更新、赵丽颖主演的《与凤行》却成为了这个规则的一个例外。光是路透社就让大量网民误入歧途，现在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抢先放映这部故事片。为什么？据路透社报道，严格意义上的《与凤行》的服装造型逃不过当代古装影视剧的通病。这是因为《与凤行》的背景设定在中国古代，服装的质感依旧偏向于薄纱材质的异想天开风格，毫无设计感可言，显得不那么奢华和独特。当谈到古代服装的精致而不复杂的风格时，
当代观众实际上存在审美疲劳，即使演员很出名，观众也会觉得他们在看故事的延续。尤其是连续出演过一连串仙侠剧的女演员，同样的低调脱俗，让观众觉得不值得再看。一刀切这个词越来越多地用于描述著名的表演学校。与凤行中人们的着装方式并没有特别的创新，和其他古装剧一样，都是过时的手法。赵丽颖穿的衣服，无论是青色、绿色、白色，还是红色的古装，都给人一种水不够清汤不够的感觉。显然，这只是一种只看衣服不看人的视觉感官体验。那些拥有更鲜艳的调色板或对设计有更敏锐眼光的人，几乎有更多的背心设计和腰间的刺绣腰带。光看造型，就算是赵丽颖的粉丝，也会觉得这次古装改造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光看就连网友都会觉得没什么特别的。尽管如此，赵丽颖的容貌和风度却将凤凰同乐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审美境界。光看路透，不得不承认，赵丽颖颜值再低一点，怕是撑不住这些古装。这是我必须承认的，因为我必须看看路透社。游戏节目《与凤行》目前正在筹备播出中。赵丽颖在拍戏时与路透社的互动，自节目结束后更是声名狼藉。虽然不建议大家曝光路透，但赵丽颖还是惊艳到了。虽说《与凤行》的服装一般般，但赵丽颖的造型与其他剧组成员完全不同。在她成名之前，也有人说赵丽颖身材娇小，演女主的时候不能扮成女仆脸。然而，她一路逆袭成功，边走边改变观众。这一次，《与凤行》还没有播出，但路透社本身就已经让很多人大吃一惊。看看国泰民安圆圆的小脸，看看这精致的眉眼的柔软，告诉我谁不同意陈丽可爱到让人热切期待。赵丽颖的五官比较精致，脸部的轮廓显得比较亲切。她外表的这些方面至少部分的促成了她温和和善良的举止。因为没有那么强烈的金属感，所以古装虽然简单、优雅、不繁琐，却有一种飘逸的气质。换言之，赵丽颖精致的五官和沉稳的神态，完美诠释了与凤行等传统服饰的好处。所以，每当赵丽颖的颜值再低一点的时候，这些本来就那么简单的古装，恐怕就不能再简化了。如果被其他参与者取代，她可能会失去持有它的能力。不信，我们往下看。事实上，这种精致而又不复杂的服务方式，在其他剧组中也被广泛采用。尤其是在重大知识产权改编的影视剧中，更是屡见不鲜。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电视剧版的《天官赐福》，但那是当年轰动一时的那部吧。元芳得知要改名为《福星高照》后，不满。继路透社的爆料之后，演员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的外表，让描述变得更具挑战性。不难看出，《福星高照》剧组所穿的服装，多半是低调、优雅、永不过时的，而演员们则没有那种风度和相貌，他们鄙视这种古装风格，因为它看起来是用很差的材料制成的。对比赵丽颖的《与凤》与其他观众觉得乏善可陈的古装剧，不难发现，不是古朴典雅的服饰没有吸引力，而是那些古装剧中穿的演员的样子。很多人说古装的直白设计不好看，但是从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吸引人的并不是服装，还不够。总体而言，古朴典雅的服饰有可能成为影视剧中服饰的一种风格，但是剧组需要学习如何判断正在制作的作品和正在出演的演员是否适合这条路。与凤行中的赵丽颖这个角色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吗？赵丽颖，现实版的浅黄色连衣裙，蓬松的头发，你觉得迷人吗？赵丽颖最近的一场直播，她身穿黄色碎花连衣裙，被发现了。她的形象向观众传达了一种愉快的性格。她穿着一件带有黄色口音和卷发的碎花连衣裙，这种风度既精致又气势。不得不承认，赵丽颖今天的颜值太美了，这只是她美的又一例证。正因为如此，
赵丽颖才能够完美的演绎出黄花之美。明快大气的感觉真的是超级吸睛，和屏幕前大家的互动也很温柔，让小鱼瞬间爱上了他的一切。我不确定这是否是赵丽颖工作室首次公开的照片集，以前的直播看起来和现在正在播放的一样好。谁能想到，这个今年35岁的女人已经结婚了，如果不说，她还生了孩子。这种状态简直胜过很多年轻女孩子，老实说，我羡慕的要生了。此外，她的转型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从早期的傻白甜小透明，到最终逆袭成现在的大女主，她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跑了整整10年，那些年的艰辛和痛苦是难以忍受的。我相信她是唯一能知道这一点的人，我们谁也无法理解她在这方面来自哪里。赵姐的胆子，从生了孩子到后来归来，一直在稳步提升，从来没有对自己现在的处境表示过不满。就好像她发现了一种新的内在力量源泉，整个人的美是如何从内到外散发出来的，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仅在过去的2年里，就有相当多的网民表示，李石的美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并表示他们现在完全被她的魅力所说服。外貌魅力当然是加分项，但演技也是必不可少的。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女人，一直在变好看？类似藻类的头发、著名的鼻子、大眼睛和樱桃小嘴都单独看起来很棒，如果组合在一起，效果会更好。